今年冬天，江南有大寒潮，四季冷热影响着黎民百姓。凡人们在日常耕作中，偶尔会羡慕仙门修士有修为加身，不惧严寒酷暑。殊不知那云深不知处地势高，气温低，其实更难熬。也无人真的晓得修士是不是真的不怕冷。魏无羡缩在壁炉旁边，十分笃定地说道：“我不冷，修仙之人岂会怕冷？”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身上裹着的3层被子，没有作声，脑子里却忽然想起几年前江婉莹提到的一件事。他们少年的时候爱好夏日在莲花坞裸奔，因为云梦的夏天实在太热了，人和衣服只能活一个。但是蓝忘机决定不对魏婴指出他怕热这件事。首先，怕热不等于怕冷，这个逻辑能够轻易被魏婴击破。其次，江婉莹天气是越来越冷，日子还是继续过。前几个月，姑苏来了个西方冒险家，一直在彩衣镇晃荡，说一些没人听得懂的话。这日他又说今日圣诞夜，马上就是西历的新年，祝大家双节快乐。对此蛮夷之语自然是无人在意，只不过好巧不巧，泽无君在这西历新年的前夜下山置办年货。那冒险家跑到泽无君面前，说是上帝的指引，送了泽无君一些小玩意儿。泽无君道了谢，带领着置办年货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回了山上。走进山门时，离晚饭时间还差1个时辰。蓝忘机刚刚在藏书阁忙完除夕宴会的座位名单，想着下山去给魏婴买只白宰鸡，走到山门口就瞧见兄长带着3辆马车，指挥着弟子卸货，便走上去作揖问候道：“兄长亲自下山置办，辛苦了。”蓝忘机此人乍一看言简意赅，其实是总结能力强，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比如他对蓝思追说意思就是明白了要小心，对魏无羡说意思就是爱你爱你爱你哟，你爱咋样都行哦。对蓝景仪说那就只是于是当下他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新春在即，家族事务繁忙不说，各世家之间还有走动，再有学堂临近期末大小考试，蓝氏族长该是焦头烂额，采购这种小事怎么需要泽无君亲自出马？泽无君自然能读懂弟弟真意，笑了笑解释道：“山下时易反复，众弟子修为尚不成熟，下山采购又成群结队，万一感染便是大事，不如就由我去了。”这可真是大义凛然，大义灭迹，不愧是泽无君。蓝忘机却突然想起来，今天早上在蓝氏看到了鬼哭狼嚎的聂宗主，据说是他儿子相亲失败了，来自族中的压力大，于是哭着喊着来云深不知处，想拐个姑娘回去交差，不见到蓝宗主就躺在地上不起来。蓝忘机沉应一声，低头道：“还是兄长思虑周全，战远远不及。”哎，这兄弟俩说话都加密。魏无羡曾经跟聂怀桑吐槽，怪不得都说蓝氏兄弟乃逼王之王，其逼气之嚣张，连他仙门一霸夷陵老祖都甘拜下风。泽无君仍旧是那张很完美的笑脸，亲昵又威严地敲了敲弟弟的额头，然后突然没头没尾地说道：“之前你拜托为兄的事情已经成了。”蓝忘机眼神一亮，眼里露出了一些似有若无的笑意。然后泽无君摸摸下巴：“你和无羡今年都是本命年吧？”笑意消失了，蓝忘机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泽无君先抬头看看天，又回头看看车上的年货，再扭头看看弟弟，最后握住弟弟的手说：“你一定喜欢。”说着就示意弟子盛上什么东西来。于是这就印证了蓝忘机方才一瞬间的直觉。泽无君抱着那东西热情地说道：“这是定做的，为兄特地吩咐了你2人是本命年，如此喜庆，你和无羡必然喜欢。”然后便把手中抱着的那些衣物塞给了蓝忘机。星星眼解释说：“寒冬不易，无羡身体畏寒，一定要多穿些。”蓝忘机站得毕恭毕敬，怀里抱着兄长刚刚塞给他的新衣，僵硬了一会儿，恭敬回应：“是，魏婴畏寒，战必定将兄长的话带到。”泽无君还想说点啥，可仔细想想还是没说，挥手让弟弟退下，自己继续去忙活那3大车的年货了。于是著名面瘫韩光君就顶着一张非常漂亮优雅的脸，抱着那几件织物，
缓缓踱步穿过云深不知处长长的阶梯，精致的庭院，热闹的教场，熙攘的食堂，走到了净室。一路上，无数内门的、外门的弟子都诚惶诚恐地对着韩光君行礼，一点惊讶都不敢吐露。推开院门，魏无羡正在院子里和一只白鹿打架。魏无羡的胳膊和白鹿的长脖子纠缠成了一个无比扭曲的姿势，白鹿的大翅膀啪啪狂扇魏无羡的脸，魏无羡被揍得睁不开眼睛，听到开门声，稀里糊涂闭着眼睛对门口喊道：“欢迎回来。”蓝忘机回头关上门，一脸见怪不怪的样子。白鹿气愤的一脚踹在魏无羡屁股上，魏无羡哎呦呦惨叫一声，脚下趔趄，几乎要摔个嘴啃泥。谁知道白鹿的一双大翅膀还死死卡着他的脑袋，于是也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差点嘴啃泥变成了差点断脖子。蓝忘机眼睁睁看着那白鹿的爪子在魏无羡身上那件崭新的浅色蓝式校服的屁股墩上留下一个清晰的爪印，立刻想要走上去拯救老婆。可是白鹿暴躁的嗷嗷狂叫，蓝忘机一时也有些犹豫不前。倒不是堂堂韩光君不敢为了老婆去打鸟，韩光君当年为了老婆可是连仙都揍，不仅揍了，还阴差阳错把人弄死了，主要是因为当下这情景怎么看都是他老婆先动的手。韩光君为人正直，不能帮亲不帮理，便也只得叹口气道：“你又偷鸟蛋。”魏无羡还在自力更生寻求自由，满眼雪白的羽毛，满嘴也是雪白的羽毛，呸呸呸吐掉嘴里的鸟毛，理直气壮道：“君子的事儿能叫偷吗？我这是借，会还的。”蓝忘机踱步上去，走到白鹿身旁，很认真地对白鹿说道：“鸟先生，魏婴并非偷蛋贼，他日定当归还，还请不要紧张，先把魏婴放开。”蓝湛，看你不知道，跟你说一声，这是鸟小姐，不是鸟先生，公鸟是不会生蛋的。蓝忘机点头，受教了。然后蓝忘机便帮着魏无羡拔头，白鹿一双翅膀卡得用力，魏无羡几乎要掉头，好不容易把头拔出来，白鹿挥着翅膀愤怒的嘤嘤嘤，魏无羡一脑袋鸟毛晕头转向，睁开眼睛数眼前的星星，好不容易喘上气来，这才终于看清了挡在他和白鹿之间的韩光君和他怀里抱着的新衣服。啊！蓝忘机面色如常，抱着衣服上前了一步，魏无羡小脸煞白，满头鸟毛，猛退3步，用一种比被白鹿狂殴时还要惊恐上百倍的口吻喊道：“你要干嘛？你别过来啊！”君子韩光君还真就停下了脚步，郑重转告：“兄长说寒冬不易，无限畏寒，让你一定要穿。”魏无羡一脸狐疑：“只让我穿，没让你穿。”蓝忘机脸不红心不跳，发动了春秋大法：“无限畏寒，无限畏寒。”魏无羡面如菜色，再次一头扎进了白鹿的鸟毛里。白鹿飞起一脚踹了魏无羡的丁丁，蓝忘机吓了一跳，这下是真的急了，连忙把一人一鸟扯开，想学着魏无羡对白鹿说一声打人不打丁丁，可是又说不出口，于是只能咳了一声对白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魏无羡捂着丁丁悲愤抗议道：“你这话应该对我说吧，我才是君子啊！”蓝忘机心疼地看了眼魏无羡的丁丁，眼中满是疼惜。魏无羡趁机商量道：“我都受伤了，这衣服要不算了。”蓝忘机实动然拒，仍旧坚定地把手中的衣物递了过去。魏无羡觉得丁丁更疼了，一抹脸，换上了一个可怜巴巴的表情，声音都带着哭腔：“要穿一起穿，我不信兄长只让我穿，你小子浓眉大眼的，怎么还背叛革命呢？”蓝忘机正色道：“我不冷。”我也不。阿舅。然后蓝忘机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他眨眨眼，扇动那2排比聂怀桑眉毛还长的睫毛，琉璃色的双眸金光闪闪的，五官舒展开来，露出了一个怎么形容呢，宠溺又那个无奈的微笑。他先是这样温柔地注视着魏无羡，随即移开目光，看向怀中的衣服，半垂着眼皮，气质忧郁，轻声说：“也罢，这2套新衣便只能扔了，可惜了兄长一片心意。”哦，策呐。最后魏无羡叹了口气，认命地接过了来自泽无君的红色棉毛衫与棉毛裤。可能诸君听说过秋衣秋裤，但是没听说过棉毛衫棉毛裤。
也有可能是作者比较孤陋寡闻，反正在作者的记忆里，冬天穿的那东西一直是叫做棉毛衫棉毛裤的，不知道秋衣秋裤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反正棉毛衫棉毛裤就是一种软软的、暖暖的、贴身的内衣内裤，这玩意儿基本都是属于你妈怕你冷，颜色自然也比较符合妈妈们的审美，红橙黄绿青蓝紫应有尽有。若是碰上本命年，那便必然是红色的，娃们见了就害怕，因为丑，实在太他娘的丑了。可是又不能不穿，不然妈妈把你腿打折。所以这就是一种不得不穿，但是必须假装没穿的冬日必需品，是每个江南娃们心照不宣的小秘密。男孩子们并排尿尿，掏出家伙，都假装没看到对方偷偷遮起来的七彩棉毛裤。别看大家伙表面上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其实掀开下摆，所有人都是彩虹战队。魏无羡一点都不想让孩子们知道，他现在是彩虹战队的红色战士。修仙之人好面子，不管自己冷不冷，对外都说不冷，所以也没人知道除了自己，别人到底冷不冷，因此自然也没有什么低温假期。尽管如今江南已经冻得路面结冰，学堂还是照常上课。这天的夜猎课还真的被安排在了晚上，冷得人直哆嗦。魏老师难得打起了精神来到了夜猎课，带着孩子们下山锻炼。任务算不上难，魏无羡在后方不出手，蓝思追和蓝景怡都长大了，在前头仔细盯着孩子们。魏无羡有些不太适应，可仔细想来，如今他们才是这夜猎课真正的老师了。魏无羡躺在树干上咬着一根野草发呆，突然有些记不起自己上一次真正动手除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孩子们在前面打得火热，蓝思追和蓝景怡应对得非常好。魏无羡亲眼看到一个欧阳家的门生和一个兰陵金氏的门生对着邪物打着打起了波，他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大腿，隔着蓝氏那两层薄薄的好看的白色校服，那层红彤彤的织物就在那里。哎，要不是看在蓝湛那双大眼睛的份上。魏无羡开始思考起一个问题，他真是被蓝湛吃得越来越牢了，这可不行，他要翻身做主人。这时候蓝思追和蓝景怡走上来，开心地向他汇报任务完成。魏无羡跳下树干准备收队，依稀能听到孩子们的窃窃私语，那些自以为隐蔽但其实露骨的眼神，或好奇或害怕，通通投向这个看上去无公害的青年。这一切魏无羡早已习惯了。如今夷陵老祖已经鲜少露脸，当年那些血泪都已经变作了传说，这群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直接见到老祖本人。下了课，一群人往回走，冬日的夜晚实在寒冷，一群仙门少年被冻得脸色铁青。魏无羡突然有些庆幸他穿了棉毛衫棉毛裤，也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冷，还是队伍中有传闻中的夷陵老祖。回山路上该是一群少年大呼小叫，今日却分外沉默，孩子们只敢结伴轻轻聊天。魏无羡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发现大半都是听不懂的话了。于是魏无羡突然明白过来了本命年的含义。虽然修为深厚，看上去不过是个青年人，但是时光是确实存在的。已经60岁了。回了净室，蓝忘机又出门去了，还没回来。魏无羡躺在地暖上发了会儿呆，然后莫名坐起来，掀起下摆，仔细端详起了身上的大红色2件套。魏无羡丝毫不懂纺织，来姑苏之前也没见过这玩意儿，从手感来看，可能是上好的羊毛，织物柔软，针脚细腻，一看便是上等的玩意儿。依稀记得以前自己在云梦时年纪还小，血气方刚，是真的不怕冷。后来到了夷陵，不再年少，身体也差了。夷陵乱葬岗又极为阴冷，冬天真是十足的难熬。他曾经躺在石床上，觉得自己可能变成鬼都忘不掉这刻骨的寒冷。可是他现在只能模糊地记起来，那年冬天确实很冷而已。魏无羡抱着膝盖坐了好一会儿，窗外夜色不浅不深，没有月亮，星光倒是灿烂。手掌下的棉毛裤手感确实很好，屁股底下还有温暖的地热。他想，哎，丑就丑吧，反正隔着外衣也看不见。然后蓝忘机推门走了进来，
手里拎着个空了的食盒，褪下披风，脱了靴子走进房间来，坐到了魏无羡身旁，和他一起研究起了道侣身上的大红色2件套。魏无羡将脑袋靠在了蓝忘机的肩窝里，蓝忘机是真的没有穿棉毛裤棉毛衫，薄薄的2-3层蓝式校服被屋外的北风吹得冰凉。蓝忘机怕冻着魏无羡，有些别扭地挪了挪身子，不确定地提议道：我先烤个火。魏无羡摇摇头，伸出胳膊抱住了蓝忘机的腰，蓝忘机脸色不变，耳朵却慢慢变粉了。魏无羡好笑地看着自家道侣几十年不变的假装冷静和真实羞涩，抄起蓝忘机的胳膊，也让他环住了自己的腰。蓝忘机莫名想到了这天下午在院子里打架的白鹿和魏婴，也是这种姿势互相纠缠。啊，成何体统，韩光君怎么和大鸟相提并论了？蓝忘机忍不住问道。所以你为何总是偷蛋？魏无羡摸了摸鼻子，突然说起了风牛马不相及的话。大概2-3个月前，彩衣镇那个西方冒险家说马上是什么复活节，要藏彩蛋。蓝忘机没听明白，就继续听。那鸟小姐是半年前来的，本来生了3个鸟蛋，可是都被山猫偷走了，抑郁了好一阵。我听了藏蛋的事情，一时兴起想哄她高兴，就在那鸟小姐的窝里藏了个假蛋。然后魏无羡不说话了，蓝忘机捏了捏道侣的腰，轻声问道：鸟小姐可还高兴？魏无羡叹了口气：可高兴了，天天守着那蛋，想孵出个宝宝来，守了整整2个月，可哪有宝宝啊？他的宝宝还是个蛋黄的时候就被吃了，我怕他死等没有结果更加伤心，所以总想把假蛋再偷出来。但是那假蛋已经是鸟小姐的全部了，他怎么受得了再失去？即使是没有希望的守候等待，似乎也好过一无所有。魏无羡对此是愧疚的，他实在不知道他一头热地给予他人这样虚假的聊以安慰的救赎，到底是好是坏。乱葬岗上魂飞魄散的温情一脉，在那短暂的虚假的希望中，到底是怎么看待他的呢？而蓝忘机则忽然想到很久以前他偷偷藏起来的那个荷包和那朵花，陪伴着他走过了许多年。一时气氛有些压抑，魏无羡转转眼珠子，看到蓝忘机放在地上的空食盒，便把话题岔开去了。你去看你母亲了？蓝忘机回过神来，摇头道：非也，我去后山了。当年射日之争后，蓝氏后山建了一片墓地，埋葬了死在那场旷世大战中的蓝氏族人。后来不夜天之变，死于魏无羡之手的门生也被埋在了那里。那里不是蓝氏的祠堂祖坟，埋葬的不过都是些普通弟子，蓝忘机却更经常去那里祭拜。魏无羡自然知道蓝湛去祭拜的并非先祖，而是那些普通人。那些人的生命大多停留在了最美好的阶段，10几20岁，而自己与蓝湛转眼已经60了。和自己在一起，蓝湛从来都是背负了很大的压力的。尽管那些历史已经被时光掩埋了最初的锋利，尽管他们的故事都已经变作了书上的历史与街头巷尾的趣闻，他抬起手环住了蓝忘机的脖颈，闷声说道：蓝湛，我喜欢你，我爱你。蓝忘机的耳朵又红了起来，将魏无羡抱得更紧了。夜晚很安静，冬日寂寞，甚至听不到虫鸣鸟叫，那只鸟小姐似乎也远去了。过了不知多久，蓝忘机突然用力捏了捏魏无羡的屁股。该办事儿了。魏婴。魏无羡很自觉地开始脱裤子。蓝忘机抬手阻止了道侣的举动，魏无羡有些疑惑，抬起头看到了蓝忘机认真的表情。棉毛衫棉毛裤是1个月前我向兄长请求定做的。蓝忘机慢吞吞说道：可是你身上的裤子明显小了，有点包不住屁股。魏婴，你胖了。第二天，魏无羡气呼呼地出了门，衣服底下穿的棉毛裤是韩光君连夜亲自改过的。昨天夜里，韩光君做完运动之后，就一本正经地在烛火下干起了针线活，一板一眼的，看着架势还真像个高手。结果今天早上一穿，棉毛裤还真的不紧了。蓝忘机竟然拆开了裤子的裆部，加了一片布料进去。魏无羡从不知道自家道侣竟然还会缝衣服。好家伙，他直呼好家伙。他还说自己胖了，过分。
魏无羡就想跑去找蓝景怡和蓝思追，向他们揭露他们最敬爱的韩光君其实是个绣花大汉。转了一圈没找着，魏无羡突然想尿尿，就一路小跑进了茅房。刚进门便看到蓝思追、蓝景怡正并排掏鸟，撩起的下摆下面都有棉毛裤，蓝思追是紫色的，蓝景怡是绿色的。蓝景怡慌里慌张地拉下下摆辩解道：是我妈，我妈觉得我冷，我妈还觉得思追也冷。魏无羡摆摆手：慌啥？有人爱是好事。然后他也站到二人旁边，掀开了下摆。妈的，大红色，是他们输了。明明前一天魏无羡还觉得这大红色棉毛裤实在丢人，可今天一看到紫色绿色两兄弟，他突然觉得彩虹战队也不错。这时茅房里又进来个人，三人转过头，惊恐地看到来的是韩光君。妖兽了妖兽了，蓝思追、蓝景怡可从没和韩光君一起尿过尿。韩光君淡定的也站了过来，掀开了下摆。妈的，大红色还是情侣款，输惨了。蓝景怡憋红了一张脸，哆哆嗦嗦想说点啥，被蓝思追眼疾手快捂住了嘴，拖出了茅房。我操！思追，你洗没洗手啊？魏无羡扭头看着互相拖拽着离去的二人，忽然说道：景怡可能没意识到她根本还没尿尿。蓝忘机说：你也还没有。魏无羡老脸一红，清了清嗓，抖了抖腿，和道侣一起洗了手，然后互相挽着走了出来。走到半路，鸟小姐飞了过来，落到魏无羡跟前。魏无羡警惕地停住了脚步，准备好再接受一顿暴打。然而鸟小姐只是伸过头来，用喙轻轻啄了啄魏无羡的袖子，甚至还亲昵地用头蹭了蹭魏无羡，然后便飞走了。魏无羡十分震惊，蓝忘机抬头望着白鹭飞向远方的背影，他的荷包仍然躺在他的衣襟中。几十年过去，曾经鲜艳的布料早已褪色，可蓝忘机需要这个荷包，正如他仍在使用那片干花做书签一般。他道：我想鸟小姐其实知道。魏无羡一时觉得眼眶有些热。蓝忘机收回远眺的目光，回过头看向道侣，柔声说：温宁来姑苏了，没有上山，待在采邑镇。你要去见见吗？魏无羡点了点头，心中的疑虑也一并释然了。这天晚上做完运动，魏无羡突然发现他的棉毛裤另有花头，把裤子翻个面，新加上去的那块布料上还绣上了另一块布，粉色的，一个奇怪的形状，被细细地缝在了裤子的正中央，正对着魏无羡的某个部位。魏无羡问蓝忘机：这是什么？蓝忘机低垂着头，微微红了耳垂，声音细得像蚊子：是冒险家之前给兄长的小礼物，也是羊毛的，叫做……他抬起眼皮扫了一眼魏无羡，又迅速垂下了眼睛。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魏无羡便知道蓝忘机这是害羞大了，一时好奇心大起，死缠烂打的求个真相。蓝忘机从耳垂红到了鼻尖，死活不说，逼急了，直接运动一晚上。而泽无君则翻着物品清单，发现冒险家送给他的粉色爱心少了2片。点击订阅、按赞、留言、打赏，小兵感谢您！欢迎扫码加入本频道会员。